这是一部吓死过人的印尼恐怖片，影片一经上映就荣获东南亚票房冠军，堪称无数网友的午夜噩梦。友情提示：整部电影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脚踏祥云进来了。故事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。阿飞从恶魔手中死里逃生，准备带着妹妹娜拉一起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可他还不知道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天晚上，阿飞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不断回想着2年前的事情。可就在这时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死去的养母竟然出现在了身后，阿飞吓坏了，急忙将灯打开。第二天阿飞醒来时，赫然发现家中进了贼，急忙拿起一旁的棍子将黑衣人砸倒在地。可等他跑到客厅时，才发现家里进来的贼远不止一个。就在阿飞试图冲进房间将妹妹救出来时，却不慎被黑衣人从后面用电棍击倒，之后被一群年轻人带到了郊外一处废弃的别墅。等到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。阿飞迫切地想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，从短发妹口中得知这里是一处废弃的孤儿院，而他们都曾是孤儿院里面的孩子。收养他们的继父是一个名叫阿尤的男人，但他却是一个极度变态的恶魔，一旦心情不好便会将孩子们关进黑漆漆的地窖，同时还少不了一顿毒打。孩子们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于是联手将继父活活烧死在了地窖里。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继父死后竟然给他们每个人都下了诅咒。而他们之所以找来阿飞，是因为阿飞就是阿尤的孩子，可以帮助他们赶走恶魔。阿飞虽有不愿，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只能暂时答应下来。之后阿飞独自一人来到2楼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诡异的声音。阿飞急忙转过头查看，可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就在他疑惑不解时，恐怖的一幕再次上演。之后几人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恶魔。这时短发妹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给到阿飞，只见里面的内容居然和父亲桌子上的那一本一模一样，而上面画着的女人正是当年的那个女祭司。陈一南见阿飞呕吐不止，犹豫再三，还是说出了实情。在他还很小的时候，偶然听到继父和一个女人说话，继父为了将妻子复活，决定把所有的孩子都献祭给女祭司。为了保命，大家才决定合力将继父杀死。之后一群人小心翼翼来到地窖上面，准备进行驱魔仪式，可是谁也不敢第一个走下去。由于妹妹还小，阿飞便让阿丽带着她在上面等候，而自己则跟着大伙一起下到了地窖。可刚一下去，阿飞就感觉到浑身不舒服。这时眼镜妹告诉他，只有读懂笔记本上面的咒文才可以解除诅咒。只见几人围坐在一起，阿飞拿起匕首将手指割破，接着按照上面的指示按下血印。可下一秒，阿飞刚按完血手印，就看到了继父被养子们活活烧死的场景。就在这时，挂在墙上的切割片也开始剧烈晃动，瞬间朝着众人袭来。短发妹侥幸生还，可下一秒，阿飞清楚地看到继父阿尤就在身后，可除了他以外，其他人完全看不见。可怜的短发妹就这样领了盒饭。这时地窖门被阿丽打开，下一秒一阵阴风袭来，顺着楼梯爬了进去，刚好附在了阿丽身上。这时陈一南想要爬上去查看情况，此时阿丽已经被恶魔附身，只见他转头看向小女孩，接着迅速爬了过去。好在小女孩反应迅速，及时躲进了一间房子，但不料对方一个闪现直接将门撞开。小女孩被吓得急忙朝楼上跑去，躲进了房间。可不料恶魔誓不罢休，一路紧随其后。在猛烈的进攻下，房门被撞开了。就在阿丽试图一把抓起小孩时，小女孩使出洪荒之力将衣柜推倒在地，阿丽被死死压制。这时阿飞赶到，他让妹妹先行离开，自己则手拿钢管对着阿丽一顿输出。就在他准备手起刀落时，恶魔却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了，临走时还不忘比了一个国际通用手势。之后阿飞找到眼镜妹，质问她说好的解除诅咒，为何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？愤怒的他一把将黑暗圣经扔在地上，接着带上妹妹就要离开这里。可就在启动车子时，车却发生了故障。阿飞感到焦头烂额，他转头看向窗外，
等到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屋内。他焦急地寻找着妹妹的下落，可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布娃娃。居然是自己的养母。阿飞被吓得转头就跑，可来到楼下时，却看到父亲和养母正坐在楼下。就在阿飞疯狂抱怨时，父亲阿尤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。阿飞猛地从床上惊醒，原来只是一场噩梦，可这场梦实在太过于真实，手臂上也出现了被抓伤的痕迹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阿飞找到眼镜妹，表示自己想再看一看黑暗圣经。可这时他却发现圣经上面居然凭空多了一个手印。阿飞瞬间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接着拿起相片查看，只见照片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紧皱眉头，可唯独坐在父亲腿上的长发妹一脸微笑。原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长发妹一手制造出来的圈套。此时的小帅发现了长发妹不见了踪影，于是独自来到他房间里寻找，结果刚一进门，就在地上看见了用血迹画出来的咒语。就在小帅满脸疑惑时，长发妹突然出现在了身后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随后关在了小黑屋里。小帅吓傻了，可就在这时，更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女人躺在床上，双手摆开，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东西降临。与此同时，知道真相后的阿飞等人愤怒地找到长发妹，质问其为何要做下这一切。原来在长期的虐待中，长发妹竟然对阿尤产生了极度的依赖感。为了将养父的鬼魂从地狱召唤回来，她研究了黑色圣经，并残忍献祭了与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姐妹。长发妹让小帅服从自己，可小帅此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。就在他准备将黑色圣经焚毁时，长发妹轻松夺回黑色圣经，随后他准备对阿飞使出同样的招数，却发现魔力突然失效了。阿飞见状，急忙将长发妹扑倒在地，接着一顿洗脸输出。长发妹见招拆招，直接操控小帅的身体将阿飞砸晕在地。随后他找到眼镜妹，一刀插进了对方的身体，将眼镜妹和阿飞关在了同一间屋子，然后直接一把火点燃整个房间。眼镜妹在临死前告诉阿飞，只有与恶魔签订契约，将自己的身体献祭给恶魔，才可以彻底打败他。只见阿飞用小刀割破手指，在圣经上按下手印，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阿飞的手变得犹如恶魔一般，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房门撞破。他急忙四处寻找妹妹的身影，但打开一扇房门时，却看到两个小女孩正在玩耍。Anak kecil seumuran kalian nggak？好在阿飞已经与恶魔签订了契约，自身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，小鬼根本不是对手。之后阿飞终于在一间卧室找到了妹妹，两人急忙逃到了房子外面。可就在这时，被继父附身的长发妹也跟了出来。危急时刻，小帅驾车将长发妹撞倒在地，受到剧烈的撞击后，长发妹的意识逐渐苏醒，但此时她的肚子却开始迅速膨胀。最后继父阿尤竟然从肚子里爬了出来，只见其猛地朝阿飞扑去，一眨眼的功夫便附身在了阿飞身上。眼看着自己即将变成恶魔，阿飞直接掏出匕首插向了心脏，随后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恍惚间，阿飞来到一片灰暗的空间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牛头怪。只见牛头怪将手抬起，接着缓缓插进了阿飞的心脏，伴随着小手一转，阿飞竟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，而身上的伤痕也随之全部消失。影片的最后，姐妹俩紧紧拥抱在一起，而至于牛头怪的出现，显然是为了给下一步埋下伏笔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